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是我的第17个视频。我的头发呢是我这一生以来留的最长的时候了，这么长，从来都没有留过这么长的头发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言归正传。今天和大家主要聊聊我在中国买房子的故事。2008年8月份，正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跳槽到了一个新的公司。这个公司的工资是每个月5500元，算上各种补助和加班费的话，每个月能达到6000元，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工资了。更主要的是，这个公司的公积金的比例是个人交15%，公司交25%，加起来就是40%。当时我每个月6000块钱工资的话，所以我每个月公积金的比例大概是2400元左右。当时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，而且公积金也积累了很多钱，应该考虑结婚的事儿了。当时的中国很少有人在没有房子的情况下结婚，所以当年我就和我老婆在大连市到处看房子，最后在2009年年底的时候，我们选中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房子。2009年的时候，房子非常便宜，我的那个房子一共是65平，花了大约45万，平均每平米大概是7000块钱左右。房子的平面图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图是我当年用 Excel 表格做出来的。每个墙的长度精确到厘米单位。虽然房子总体是65平，但是楼梯和电梯属于公摊面积。去了公摊面积的话，我觉得房子的实际使用面积大概只有55平左右。房子的格局是一室一厅。由于当年我和我妻子的家庭都不是很富裕，这个房子是在我们的能力之下能买到的最好的房子了。等了几个月，终于在2010年3月28日这一天，我们拿到了房子的钥匙。在没有拿到钥匙之前，我和我妻子就天天想着怎么装修我们这个小家。那个时候，我妻子的唯一要求就是这个小房子里要有一个她学习的空间。最后，我们在阳台的这个位置上给她准备了一个学习的空间，但是她从来都没有在那个地方学习过。偶尔，她会在那个地方打几次《植物大战僵尸》。反而是现在搬到了日本以后，她现在天天学习日语。虽然来日本时间不长，在照顾2个孩子的同时下，他还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，这都归功于他天天学习的成果。在中国，刚刚买到的房子是这个样子的，都是水泥墙，需要自己装修，不装修的话是住不了人的。这是没装修前客厅和厨房的采光情况。这是卧室的采光情况。这是没装修时厕所的样子。这是餐厅的样子。这是客厅的样子。这是厨房的样子。最后，这是卧室的样子。这个是门口的楼梯和电梯。然后，我还和妻子逛了趟宜家，规划了一下未来家的装修风格。接下来，我们就开始装修了。我记得当时电梯没开，为了省钱，我自己把所有的砖从1楼搬到了6楼，差点没把我腰累折了。这是木工用的木料，当时也得从楼下搬到楼上。这是厨房的一步一步的装修过程，从刚开始墙上什么都没有，到两边墙上贴上瓷砖，然后再到装上柜子，然后又装上了抽油烟机。厨房的上面也打上了柜子，最后每个柜子都安上了红色的门。这个封闭式的厨房的门是拉门。这是厕所装修的一步一步的过程。
也是先贴上瓷砖，然后安上吊顶，然后地上也贴上瓷砖，并装上了马桶，也装上了淋浴器。最后来看一看卧室的装修过程，也是从刚开始的什么都没有，到打上了柜子，然后做出了床，阳台也包了起来，衣柜做的是拉门。卧室装修完就是这样的效果。顺便说一下，这个腰包我现在还在用。对于父母住在本地的人来说，一般装修房子，父母都会来帮忙，就算不能出什么主意，至少也能帮忙监工一下。可是我们的房子只有我和我妻子2个人，由于这个房子是我们2个一点一滴的装修出来的，所以这个房子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房子，还有更深的意义。当时我在公司里当了一个小领导，手下管理着几十个人的工作进度。为了更好的、更快的完成我的装修，出于职业习惯，我把装修的计划也做成了一个表格，然后根据这个计划管理实际进度。这其中，我连装修时买条扫和盆的钱都记录下来。装修过程从2010年4月2日开始，一直持续到5月31日，大约用了2个月的时间。但是实际装修工人工作的日子只有34天，因为其中好多时间都在等材料。我记得当时装修一般需要花10万元左右，但是我的装修只花了5万元，其中这里还包括请工人吃饭的215元，和我每次去现场监工时的交通费用652元。在拓荒保洁之后，我就开始蚂蚁搬家，一点一点地把东西从出租屋里搬到我的新房子。说起出租屋，我想起了当时的我的这位室友。当时他追的一个女孩对他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要求他可以复原魔方，所以当时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魔方，让我研究怎么摆。后来我终于研究出来了，然后教他怎么摆，他最终也摆上了，然后现在和那个女孩已经结婚了。我大约是用了1个月的时间，终于把东西全部都搬到了我的新家。我记得我是我们那个楼里第7个搬进去的人。接下来就看看装修前装修后的对比图吧。这个是厕所，这个是餐厅，这个是客厅，这个是厨房，这个是卧室。在装修期间，我认识了老邵，我住602，老邵住502，他是在我家的正下方。他的故事非常震撼，有时间我详细给大家讲一下。刚刚装修完房子之后，只是我一个人住进去了，妻子并没有住进去，理由是我和妻子还没有正式举行婚礼。在2010年8月的时候，我们正式举行了婚礼。在2015年8月11日，我把这个房子剩下的贷款都还完了。在2016年，我离开了大连，来到了日本。这个房子我前后住了6年，是我人生中住过第2时间长的房子了。第1时间长的房子是我小学到初中时住过的房子。这个就是当年房子的平面图，其中图里的白色部分是人可以活动的区间。我在这个房子里将近住了10年的时间，度过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。这个时期的中国有太多的故事，我的愿望就是把这段时间的故事都总结出视频分享给大家。一转眼，我的孩子都已经8岁了，而且他自己也可以复原魔方了。时间过得真是快呀！转眼间我已经来日本5年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吧，欢迎大家给我留言，
咱们下次再见。